今天的主角，面粉，一点点盐，还有水。今天要做6个人的面条，所以可能要用的面粉多一点，我就凭感觉放了，多点比少点好。这大概是3到4斤的一个重量，所以6个人吃绰绰有余了，肯定是够的。为了让我们的面吃起来更有弹性，口感更好，可以稍微加2克左右的食盐，然后开始和面。这个水是冷水。我和面的方式呢比较粗犷，我没有去准确的计算要用多少水、多少面粉，全凭我的感觉。现在来看是有点硬的，对，再加点水。其实这个面和到这种程度，这个软硬基本上可以了，但是我的盆子里还有很多像这种状态的，还有很多干粉，所以水不太够，我还需要继续加水。现在加呢就不能一下子加很多，现在要小心一点加，因为如果加多了，你就又要继续加面粉，那就很麻烦。现在这个面粉基本上都已经有水分了，所以已经没有干粉了，但是它还是这种散状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你去不断的就是揉去和。对，所以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就是因为你要不停的去做这个动作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可以出来一个光滑的面团。第一点比较好揉。现在面团慢慢的，终于要变成一个团了，不再是分散的了。这个面团是有点偏硬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想再加点水让它变软一点，这个时候基本上很难了，因为它已经没有干粉了。如果你倒水进来，它会把这个面搞得黏黏滑滑的，你的手也是黏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调节面团的软硬程度，最好在它变成这个状态之前去加水或者加面粉，否则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加水了。就照这样连续揉差不多3到5分钟。现在和到这种程度了，就差不多了，就不用再和了。因为现在这个面还是生面，不管你再怎么和，它的表面还是不能变得很光滑，都像这样子坑坑洼洼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面放下来，放在一个地方，让它放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再回来看，到时候就跟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要找个暖和的地方给它放起来，然后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天气很干，所以呢我们就用保鲜膜保一下湿。1个小时后，现在再揉很容易把这个面揉光，因为它已经醒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，面筋已经出来了，看是不是很光滑？再来揉。为了让我们的面今天晚上吃起来更有弹性，我要多揉几下。其实那种有弹性、有嚼劲的面条，它都是这样揉出来的。你揉的时间越久，越好吃。揉这个面的时候呢，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。你看，我是不停的把这个部分往里面塞，然后这个光面是一直在的。你不要这样子把它给反过来揉，你要顺着一个方向，不停的把外面的面掰到里面，然后保留这个面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有6个人，就算每个人吃3个面片，所以可以分成18个小面团。我在分成小面团的时候呢，我很注意，在每个小面团的上面的部分还是会保留这个光滑的面，所以我还是会尽量的去给它分这样的一小块的平面，到时候出来的面会更光滑。好像只有16个，跟我的计划还差2个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再把每一个小面团，再把它揉光，像刚才揉的时候一样。其实我的这个揉面的方法跟做馒头差不多，是不是一个小馒头？你看这个面和这个面还是一样的，都是光光的。
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熟练，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是做馒头的，我天天揉馒头，白天揉，晚上揉，星期天揉，放假揉，过春节还揉。直到我上大学，我父母才停止了做馒头生意。我小时候大概有10几年的生活吧，都是和馒头度过的，所以我对面食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，虽然不是很专业，对吧？但是我了解一点。每一次吧，要做差不多1000多个，都是用2只手揉出来的。擀面杖，擀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把这个面保留做它的平面，压一下，擀。如果这个面是这样子来回甩，说明这个面硬度是够的，比较硬的。如果面非常软的话，它就不会甩不起来的。好，现在我擀完了，擀好了一个面片，它还要继续再醒2个小时，所以在这2个小时里面呢，防止它们粘在一起，我要给它们放点油。哎，继续醒吧。如果你想快点吃到，其实醒2个小时就可以了。5个小时后，花心大土豆。一点点就够了。拉一下，你等会儿方便撕开。所以现在如果你想撕开就很方便，看到没有？可以撕开了。如果想吃这么宽的，中间就不要撕开了，是不是感觉宽的好吃一点？多点儿。我们的边边面好了，要开吃了，吃。吃完拌吗？你能看到吗？那都是近镜头拌，你这拍这么远拌，能看出来什么呀？好，你吃就吃吧，我来继续做吧。拿走吃吧。好。我继续做。还比这个弄的。